帮你一样。台东恒春，哇塞，公园里面乱射，坐在一起攻击他。下去，然后这样子甩跟活扇，台湾的人赶快攻击他。他就是全裸。周星哲跟你告白，过来的时候有。现在接到那个警察的角色，是什么情欲戏啊？可以。型男第一趴秀，今天请到一个他跟我的英文名字一模一样，也叫 Max。真的假的？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？幼稚园的时候老师在问，他们就给3个英文名字选，然后就选了一个自己喜欢的。会觉得很尴尬吗？长大过后，我是觉得 Max 这名字还不错吧。我跟你讲，笑说 Max 很糗，怎么会有人把自己取最大值？可是我国外的朋友跟我说，这个名字的外国人都是那种白白、高高、瘦瘦、读书、戴眼镜那类型。他说，我觉得我不适合叫 Max。他说比较适合比较渣一点的名字啊。有比较渣一点的名字吗？例如他说什么 Zack。那你觉得你是暖男还是渣男？他适合 Jack 啊。我可以选中间啊。你本身是一个工程师，对不对？对，是精密铸造。简单来说，我们有开一个模子，把铁融化成水，铁水，然后倒到那个容器里面，等它冷却凝固后，把外壳拆掉，然后里面就是我们要的成品。我们从很小的剪刀到气缸引擎都有。你感觉很像健身教练。是大学的时候，是参加球队。是打什么球？篮球。因为你住台中嘛，你还蛮常为了冲浪然后到宜兰。对，还有台东、恒春、台南。哪里的浪你最喜欢？我觉得东部的浪最漂亮。去完之后真的会爱上那边的海。我有一个海浪的事情在那边。把我又撕破。好，我放肆。对。因为这样然后吃海浪。对啊。好可爱哦。很可爱的。然后，你是不是想说什么？没有，我觉得好像宝可梦的某个盖章的感觉。这个还好，听起来还可以。有人说像虾仁。冲浪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事情？我觉得在海上其实蛮平静的，可以在海上聊聊天，你就趴在自己的板上，大家都等自己那道浪来，不一定要冲嘛，就聊聊天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什么东西？那你有没有曾经遇到很危险的浪？有，有一次在那个恒春被冲回来之后，会有白花嘛，已经到海岸，你要再回去，你会一直被打回来。所以等于是在海里面一直苟，所以你憋气时间要够长。那有什么海象可以让他们知道说这样冲浪是比较危险的？其实你要问当地的人。对，所以我们在那个趴着在聊天的时候，其实就是要问那个。对，如果你觉得你看不懂这个浪，你就不要下去。之前有去英国跟德国留学，对，就是交了很多朋友，真的体验到外国人对于任何事情都比较开放，对，做自己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那时候我们是在一个公园，就一群朋友可能就随地捡了灭火器啊，就在开始在公园乱喷，到警卫来把我们赶走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说你在公园里面乱射灭火器，可是公园为什么会有灭火器？对，很莫名其妙，对，就那么一个哦，然后你们轮流一群人这样玩，就他们。哦，你现在要撇清说你没有？是在英国还是德国？这个是在英国，我是负责录影的。还好我没有很疯啊。那你觉得英国和德国哪一个地方的东西比较难吃？难吃啊，英国。好，英国在一起攻击他。为什么你会觉得英国的比较难吃？应该是因为我在德国，我们固定每个礼拜会去吃一家中式料理，所以就是想家了。所以会觉得德国比较好吃。英国也很多那个 Chinatown， 但是我是住海边的学生 ，Bournemouth 跟那个 Brighton 都是靠海的，是那个 fish and chips 而已，就没有什么我们想要吃的。那德国猪脚你有吃吗？有，不像我们台湾那么硬德国猪脚很软那时候有一个德国慕尼黑啤酒节，我们就去吃。10月。对，它的猪脚超好吃，但是超大块，真的吃不完。像台湾烤到已经，你可能要用啃的，还是要切这样。台湾的人赶快攻击他。但是我们为了德国人，他说台湾的德国餐厅都很道地耶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！你下次喝烧虾。我知道他。你自己会比较喜欢英国的氛围，还是德国的氛围？我喜欢英国，真的还是大家都讲英文会比较好沟通。德国的英文不是很好吗？因为当时我本来要去之前，怕他们不讲英文，只讲德文。因为一直以来我们的印象对德国人好像就是很排外，对不对？拘谨。类似严肃，对，在工作方面，所以就印象会觉得他们就是1板1眼这样。你不会德文，你干嘛来这样？你有交过德国的女朋友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德国在语言学校，在德国其实只能认识外地来的学生，
但我在英国就有认识德国的女生。比较喜欢德国的，还是比较喜欢英国的？这2个都没有交过。那你刚好交的都是东方人吗？没有，我那时候有交一个瑞典女朋友，会讲中文吗？我有教她，但她不想学。而且我们有几堂课是大家自己各自上去当老师，然后就教自己的语言。我发现当我教中文的时候，大家很不耐烦，注音啊什么，他们就，尤其法国人，因为中文字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学的啊，他没办法拼凑起来。其实认真想，其实中文蛮难，很难背很多字才知道干嘛。所以你教了他们什么单字吗？我只是跟他说，这个字我们可以有5种发音。我其实也蛮后悔应该教他们的英文名字怎么翻成中文，这样会比较有趣一点。你好，谢谢，对不起就好了。大家很爱学脏话哎。其实我也会想学脏话。没有，可是你跟外国人讲话，可是他回你，蛮好笑的。不行。OK， 结果你有去瑞典吗？后来没有。时间到了，就大家各自回自己的国家，就分开了。有什么所以伤离别？你们这个西西亚的人类没有伤离别。他这个瑞典，请 diss 他。就上客运之后就走了，就可能 say goodbye 这样子。哇，那你们真的是可能前一晚会有一些活动。你说分手的离别的到吗？那时候我在国外待了一阵子，到机场要等飞机的时候，我在那边听到了句台语，我竟然就是这样感动到快哭了。因为就是一整年都没有听到这种台湾很道地的讲话的方式或是语调，你听到是有眼泪这样。是很感动、容易落泪的人。我其实不太会，还是去了国外过后才发现台湾的好。对，真的，台湾真的比较好。那你去读书的时候有卧薪尝胆，就是一定要光耀门楣的回来的感觉？没有没有，可能想说去英国，可能就是想要去玩一下。我去过大英博物馆，就看个木乃伊，其实就对不对？没有，我的意思说，对我来说啦，喜欢木乃伊的是 diss 他。我还蛮想期待看到木乃伊，因为我很喜欢这种就是神秘感。哦，大英博物馆里面的木乃伊是直接给你看到由内到外的木乃伊，真的很恐怖的。那时候你觉得还好，我觉得很酷哎。就我也不知道。那我知道了，你看到英国有什么你觉得让你惊喜的？还是说德国好了？不是，因为德国印象比较深刻。好，英国人请 diss 他。德国一早我去上学，就是走去学校的路上，就可以看到有人在喝啤酒了。早餐就开始配啤酒，就从早开始喝到晚，真的很厉害。所以你在德国哪一个城市啊？柏林。最大艺术的一个地方。那他有喜欢艺术这种东西吗？他刚刚听起来也去了大英博物馆。你说德国有没有最特别的地方？德国吗？柏林围墙吧。真的是柏林围墙啊！柏林围墙是什么？就是分开东西德的一个墙，东德就是比较共产主义，西德是比较开放的民主。那你有感觉那边很排华吗？其实不会，那边真的世界各地的人都有。游客很多，所以不太会。反倒是有一次又回到英国了。我在海滩要回宿舍的路上遇到几个，应该是拿面包然后揉成球从远方丢你这样子，但都没丢到啊，就是觉得应该是小屁孩。那你怎么反应？拿起来吃啊？没有啦。其实我蛮爱台中的，我觉得最近台中七啊，还行啦，还行。然后还有那个，你真不爱台中，还是看过德国和英国，觉得台中还好。都漂亮，都好看。像我喜欢台中，是吃的地方很多，又见一旅啊，飞花落院有听过吗？我就真的对吃没有太研究了。哦，我知道那个阪神的蜂蜜蛋糕。阪神，diss 他，对，diss我。有朋友从外县市来问说，台中可以吃什么？就麦当劳最稳，对吧？到世界各地是这样。等一下，喂，这合理吗？马哥很专业的回来了。要去英国之前学过芭蕾，所以你是黑天鹅，男生也可以当黑天鹅。去标签化，芭蕾舞者去 diss 他。跟你学芭蕾学了几年啊？我从小3国2停的，学这么久，因为是舞蹈班。你也是穿紧身裤的吧？对，但是我们直接看得到那个形状。会，一定会。老师会教你说你要放哪里，放哪里。大家一起往左边摆。小时候太暴力，所以才想要让你去芭蕾。太过动，我觉得应该是。他觉得去放电应该就会好。可以教我们几个动作吗？有这种自带梗的东西哦。优雅，对对对，用站。
37步，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手要先放这边，然后你要很有自信，抬头挺身看前方。第一个手会先伸起来，我这样超专业的，我不知道脚的顺序是怎么样。然后就会这样拉开这个动作，要很优雅的感觉。要有一个延长感。对。OK，老师通常会这样看，还不错哎，还不错哎。我来。这边要指挥，他有点不太知道什么叫芭蕾。换民族舞蹈了。他喜欢庞飞燕，你知道庞飞燕吗？他就是要这样子这个动作，你基本上跳高一点，很酷哎。还有什么招？那种招劈腿你还会吗？我帮你，硬要那个。我以前练地板的时候，2个人这样压，把我搬开耶。老师会从你背上坐下去。请问你的民族舞没有那种比较静态一点的吗？啊，你们可以学那小碎步，就这样，你要起来下去，然后你知道吗？每一步不能走太快，然后脚要永远都贴着地上，你就是不能完全离开地面，你就要这样小，然后还有要走很快。你手是提起来，往回面放，亮相，那就是像那个，对，好，你要先看不同地方，然后亮相的时候是往前面看，它亮相吗？它有那个 feel 哎。对啊，我觉得你可以演亮相啊，我觉得你可以演《霸王别姬》了耶。这是什么？哎，韩国片。要转你的手，有点像那是跑拼吗？就是这样，然后往那边看，然后哒。然后以前有去比那个武术比赛。什么？我家里还有一把剑，响剑。柄的地方来的时候一定是这样子出去，甩它的时候会响，因为那把是响剑。对，它就是利用想见你。对，是你用甩的方式，但是也不是每个人都甩得起来。然后什么中国扇，你会中国扇？所以你会跳 Elva 的舞吗？好，谢谢2个 Max。你要支持哪个 base？Max 下面的人，很明显的吧？哎，那你健身呢？你有没有就是自己的方式？当下在健身房偷学大家的动作。那你最满意自己身体的哪一个部分？我喜欢左脸，另外一个脸看看，就是怪怪的，不太像我。这个眼睛比较大，这个眼睛比较小一点点。是吗？对，就是等一下要弄一下。你自己本身有接触过医美？都没有啊。我曾经有一次跟我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问我说要不要去打美白针。美白针是打那个吧？点滴吧？打脸。这样会打这样，这样会打这样，这样会打这样。对，就是最多就只有这样子而已。那你皮肤算好哎，睫毛又长，天生丽质，又会跳那个芭蕾，不是天鹅，谁是天鹅？你会不会觉得腹肌很难练？真的很难练。我甚至有问过一个腹肌练得很成功的朋友，他跟我说，你就不要吃1个礼拜，腹肌就出来了。因为让体脂变低。对啊，腹肌练起来其实好像就很厉害。真的，我也这样觉得。腹肌是最难练之后就最难维持。还是你的腹肌很强吗？开始是灯光问题，都很完美了，对不对？也没，你真的就很完美啊！我们2个在你旁边，整个被打趴到底。会吗？还是换你坐中间看看会不会？C 位比较好。有一台机器超酷，30分钟3万下仰卧起坐，是那种贴在腹肌，然后一直震动那个。对，那到底有没有效啊？非常有用。真的吗？那个有用才能够恢复腹部。你会想体验吗？我会想体验。上半身然后就芭蕾，噔，第一次是怎么样？那个摄影师找你拍照的？他也是 IG 上找我，我第一次去蛮害怕的，因为没有接触过，很多不是什么女生去旅馆拍摄被怎么样，男生也要怕吧？对。第一次去的时候是你一个人去吗？我自己一个去，然后一开始拍不出什么好照片。尺度到哪里啊？我自己是觉得最大就是极限就是一定要穿一个短裤了，内裤可以，还不能接受。就是你脱到是内裤，好像就回不去了。我不懂。好保守啊，你的想法。中古世纪吧？那怎么说啊？你守身如玉。那如果未来成老板的，被其他同业的翻出你这种照片，我觉得不会，你就觉得你看我屌吧？在某方面是记录你曾经的年轻的自己。对，因为你老的时候，搞不好你的身材没有这么厉害。对啊。你是一个很叛逆的人。我在家，因为我们有3个小孩，我算是最敢表达出自己心声的小孩。我姐姐可能就默默忍受，然后我弟可能就做自己，但是也不会跟爸妈唱反调。我就帮他们说出他们内心的想法的那个。你什么星座的？你猜？
闷骚应该是摩羯，很近了，很近了。山羊、处女、双鱼、母羊、金牛、双子、巨蟹、狮子、处女、天平、天蝎、射手座。远了，怎么远了？我知道射手。对。哦，哎呦比较外向，比较花心。花心，大家都说花心。为什么要笑？活出自己。你唱歌是好听的吗？没有。那你觉得你是低音、中音、高音？这个声音对不对？算偏低。有些人讲话跟唱歌不一样像，我觉得可以先唱歌看看。那要唱哪一首？你这么喜欢周兴哲？永不失联的爱。哦，那先简单介绍为什么你会选《永不失联的爱》？跟瑞典那个有关系。真的有一点点真的有一点点。我是在英国的读书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是男女共同的宿舍，那每天早上、晚上或中餐都是到地下室的餐厅煮饭，就会自己带自己的音乐去放。我都是放那首歌，放到就是连我的外国朋友都会哼了。他们不会讲中文，会哼《永不失联的爱》哦。周兴哲想说，哇，怎么这么多英国人会唱这首歌？那时候就是天天听，天天唱，然后楼下有一台小钢琴，自己乱玩这样唱。你还会弹钢琴？就是几个和弦这样而已啦。我小时候有上过一阵子啦，所以你是未来的周兴哲。粉丝在看干嘛？搞不好我们觉得可以啊。周兴哲也是一开始也是喜欢周杰伦，他觉得他要变周杰伦，后来真的是红了耶。真的，他真的有一首歌是为了献给周杰伦。怎么了？说他的背景音乐你去听有超像周杰伦，周杰伦3、4首歌的，其实有像他有一直在分析说周杰伦的歌到底为什么会红，他会抓里面的几个因素出来，建构他自己的创作的灵感。是歌词有共鸣，就只有歌喜欢啦。就像一个味道一样，一个香水在什么时候喷，那个阶段你就会想到那个回忆。继那个周杰伦并且2个，第3个拿到破亿 YouTube 的点击率。哪一首啊？以后别做朋友。第2是你好不好，也是真的。第1个3首歌，真的你，搞不好你才是啊。谁 ？You Max Max。周兴哲跟你告白，你会怎么样？请他先教我怎么唱歌啊。还是要学一点东西啊，一定要有音乐，生活不能少音乐。这一点好酷哦！你看健身的时候要听音乐啊，就连做爱的时候也要。有会放什么样的歌？要那种萨克斯风那种，真的有情调，要吧？顶辣的。你可以听 Kenny G 了吗？他的好像可能再更慢那种，蓝调那种，灯光调暗。你在做爱的时候，你是会不能弄没有 setting 哦，就是要有剧情嘛，要有前戏这样。所以你的前戏会做一整天，没有那么久。当然也不能就是随时想弄就弄，素食有这个说法，有的是素食爱情，素食炒饭，素食炒饭，对，红萝卜那些。你想要温和的慢炒？对啊。如果你求婚，你会用什么样的浪漫感？我蛮喜欢海边的那种婚礼，不要就是像台湾，你还要换3套装。对，海边的婚礼会湿掉吗？披头散发，海风吹啊。对啊，还去日月潭就好了。我办婚礼你可以用冲浪大家都在冲浪哦。你说大家都也包一个，两个在浪板上啊，结为连理啊。其他宾客呢？在岸上。望远镜看。哦，他们又来了。蛮浪漫，然后一起冲过来说一起拍个结婚照啊！好了，你可以唱了，我觉得你准备好了吗？真的会紧张啦。都需要找到天空去承载。我们都习惯了原地徘徊，却无法习惯被依赖。你再加上自弹自唱，马上虏获全台湾少女的心耶。可以当年纪大一点的吗？为什么？不要少女是几岁？20岁左右吧，不行吗？太小了吧？你有设定你要找的对象的年纪？我就上下5岁，那我也可以上下3岁好了。讨价还价，你喜欢比你大的还是比你小的？大吧？为什么？比较舒服。就小女孩有时候蛮讨厌的，因为不成熟的人很难在一起。比他小的女生，请 diss 他。但我有一次经验是到，你们知道望高寮吗？我去当过一次街头艺人，就那么一次，是被请上去，说观众有谁想唱？那时候你有发抖吗？没有，那时候还好哎。那为什么今天这么怕？不知道哎，镜头的关系。当时唱的歌是哪一首？爱我别走。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温柔。你唱的很好哎，相对起来就只有你唱的比较厉害。爱我。
都不服输，请选择，请选择，到底谁唱的比较好？你们要握谁的手？握谁的手？不唱一首英文歌吗？因为我听你在 IG 上有唱英文歌，对不对？自弹自唱，对不对？对，觉得唱的好吗？你要用真的话讲啊，你有唱出自己的感觉。它是包还是点呢？你自己觉得呢？我不知道，问你呢？很棒，我喜欢这感觉。哎，那你会唱什么 Bon Jovi 吗 It's my life， 来为大家带来一首。It's my life。你有学过德语的英文歌？不，对不起，德语歌，对不起，德语歌。我很喜欢那个红发艾德。哦，我也喜欢。Baby, I'm dancing in the dark with you between my arms。他念英文好好听哦，因为我很喜欢英国腔。我完全不会英国腔哎。那你用台中腔跟大家说，这没有。阿给后，他唱歌真的很好听，比你好听100倍。发表赢的感言。谢谢爸爸妈妈，然后还有姐姐和弟弟们勇敢要发声。我身为中间的，我帮你们发声，我会带着浪冲浪，然后去帮你们发声，浪起来。我们两个有同一个频率，有我感受到。那我们现在进入一个最重要的环节，就是电影啊，让你选一部电影的话，你会选择哪一部电影？这部电影其实是第一部我们全家人一起看的第一部电影，《亲戚家的地下室》，就是2家一起看的第一部电影。明天过后。你干嘛自己偷笑？他就在讲全球暖化的问题，海水上升，气温颠倒，纽约城市整个海水倒灌，然后就连直升机来救援的时候，他一打开那个舱门出来就解冻了，蛮惨的一部片。然后就是爸爸教儿子怎么生存下来。这部片带给你的人生的启发是什么？要对地球好一点。那你有对地球好一点？有啊，像我们去冲浪不会抹防晒油啊。台中有几个海域就很脏，在大甲那边，就我们滑，它水会滑到垃圾袋。那你不会发起一个净滩活动？还蛮多净滩活动，但我都没参加到。让你最感动的地方是哪？儿子有学好爸爸教的事情，才能生存下来啊。那时候他是在2012前，大家一直讲说那个玛雅文明，2012就是世界末日。搭那个电影的时候就想说，会不会真的明天过后，2012完之后就世界末日？我那时候还真的天真以为就世界末日，然后出去玩，人生过到最后一刻这样。把钱花光了。我觉得大海是很无情的，海啸扑过来的时候，大自然的力量真的是我们没办法去控制，人类真的很脆弱。大家都一直觉得大自然很恐怖，可是我们没有友善对待它，它还是会反扑过来。你们可以净滩啊，少用吸管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你有少用吸管吗？你有少用吸管吗？我慢慢的比较少喝饮料了，都喝咖啡，咖啡不用吸管。我们有帮你买一杯咖啡，真的。那个咖啡上面就有一个吸管，那个就是它，就是它。他为了不要自己的牙齿染色，就会想要害死一个乌龟。哦，会染色哦？你说变黄是不是？嗯。你觉得牙齿美白比较重要，还是海龟比较重要？海龟。他刚刚要选出我的。我看看你牙齿，他也是人，就是你干嘛？本来是有用吸管的。我以前大学很爱喝饮料啊，一天3杯。哦，所以你是3杯鸡啊？冷场的。它里面有讲的，我们觉得是蛮科学的啦。为什么突然间气候变化？这是牵涉到地球软化，在北极、南极的冰块比较容易融化，那么淡水会冲到我们的海水里面去。世界都有一个洋流系统。洋流系统就是冷暖这样交，所以没有这暖流后，没办法把墨西哥海湾的暖流带到我们的北部的美国去，所以它那边就会开始变得越来越冷，所以才会北部会变极冻的世界。那时候是2002年拍的片嘛，所以你看反映到2022年，像这几年来你会发现我们的干旱变得严重，美东真的是常常都是极冻。这么多个灾难片里面，真的是只有明天过后是拍的最有科学根据的一部片。从一开始1997年的京都决议协定开始决定我们要控制我们的碳减少50%嘛，就后来才这2年我们听到才会是希望控制在2度以内，地球比较可以活得下来。我们给一个吸管给你们，你为了你的牙齿还是为了海龟这么简单？我们做不到的。海龟。可是要用政府的力量去带动绿化的世界，所以全世界一直不断的就是在软化当中。所以我们未来可能觉得说，2050年可能我们的子孙就没办法再活了。2050怎
怎么办？我们希望这个时代会有一个超级英雄去帮助我们推动，会不会是你？我在找电话亭在哪里？你要叫爸爸吗？他就换超人装了。我们现在的做应该就是少开冷气啦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还是要上班，要骑车开车嘛。买电动车。第二个呢？少制造垃圾袋啊、塑胶袋，带那种环保筷如，果你要用洗碗，可以用钢铁的，自己带的，对就好。就变成钢铁人。跟你爸妈一起看这部片，当下的反应是什么？当时其实还很小20年前呢，他才10岁，应该有吗？2002年的片，这部片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它不是2011年2012是2012的片，哦，有一部片叫也叫2012。 2012。你是不是又走错火了？难怪你刚才一直讲2012。难怪我觉得杰克荣当时很年轻。2012也是他演的吗？不是，是我走错棚了。我觉得我好糗。会讲笑话吗？都很地狱，不太适合。谈话性节目最喜欢找什么人去上？皇帝？不是得癌症的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有话。癌症的人请第三。那我也来一个好了。希腊不是有很多神吗？阿波罗神、太阳神，你觉得哪一个神最好看？哦，大家都选宙斯吧？不是，我选的是你的眼神。我那时候有看到你的照片是一个警察，所以你平常也有在拍戏吗？有拍过一次，玩玩看嘛。接到那个警察的角色，就来台北拍，有一长串台词，可以现场来演一段吗？导演们可以找 Max 演戏，先来演一段，要来展现他的演技部分，我们才能找你。漫威、水行侠、雷神拿那个锤子，是那个。这一集荒谬到不行。我觉得他也可以选你。今天很谢谢 Max 讲的这么好。偶像剧吧？为什么要杜撰？所以如果真的接什么情欲戏啊、可戏，哦，演个暴露狂，像柯震东那种裸后背这样整个屁股露出来那种，大家可以接受。BL 剧，那是什么？男生和男生恋爱的，哦但没有到床戏，也不会亲嘴，然后好像两个在一起的。但美剧就是只有到浅的那种，就像《琅琊榜》那种，但那你说那样应该可以接受啊。对。它的尺度目前好像都还 OK， 请找他。台湾很缺一个这样子的人呢，怎样？就缺你了，就是会武术的一个，因为你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我希望金马奖看到你上台了还是在下面扫地的？你上台的时候记得你要跟大家谢谢说是情感电影趴，可以吗？可以。红了不要忘了我们，好不好？可以哈。带我们去红地毯就好了。就是你走那红地毯，我们就当那个垫背给你踩过去。不用。拜托一定要踩他，顺便踩他的头。最后呢，谢谢。太想是，你自己有没有分享什么吗？我可能只有经营 IG 啦，追踪他的 IG，他的 IG，不要用吸管。